嗨，大家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我是 Olivi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件我在二手店找到的无袖上衣，要旧衣改造成一件细肩带的上衣。夏天的时候可以直接穿，但是秋天的时候可以当作是外搭来穿，算是一件很舒服然后又很可爱的上衣或外搭。我把所有可以肢解下来的部分全部拆卸掉之后，有上衣的部分、后面的裙摆以及领口和2个袖子的包边带。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要把上衣的部分剪裁出来，由中线对折之后，测量你需要覆盖胸部的这个高度之后，把上衣的部分剪裁出来。为了让布料更平坦方便剪，所以我也把袖子那边的缝线也裁掉。这件上衣原本就蛮宽松舒服的了，所以我没有要去改它的胸围，由下往上标记了刚刚我说的是可以把胸部保护起来的这个高度之后，画出一条基准线。我希望这件上衣在单穿的时候两侧的包覆性还是有的，所以我把两侧的侧线再往后移了2公分。但如果你只想要做外搭，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的话，你就可以跳过这个步骤。我在新画的这条侧线的中点画了一个记号，测量你想要的肩带的距离之后除以2，再加3.5公分，在这里做一个标记，然后把刚刚侧线的标记跟肩带的位置连接起来。接着沿着侧线的这个中点往后延伸一条水平线。接下来我们要画胸线的这个弧度，测量胸部顶点两端的距离之后除以2，标记在衣服上。胸线往上跟往下延伸之后，在上缘的部分标记左右各1.5公分，下缘标记左右各0.5公分。像这样子正面对正面对折在一起之后，我们要从刚刚标记的地方碰到胸部的顶点，一直往下到下缘0.5公分的标记处。重复相同的做法，把另外一条胸线也描画出来，就可以沿着你画的线来缝这个胸线。缝完之后试穿没有问题之后，就可以用熨斗把它们往两侧烫平。在连接肩带的地方，我决定用一条比较宽的缎带来做内衬。先测量这个周长，来确定我们需要的长度大概是多少。使用刚刚剪剩的背板的布料，我要剪裁出的是7.5公分宽左右的缎带。如果你的所剩的布料不够多，这边建议大家可以用3.5公分的包边带来做处理。把剪裁出来的缎带在两侧的部分做连接。如果是一般布料的话，就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的这个边上。但是因为我的布料比较薄、比较软，而且会掉很多毛边，所以这边要使用的是法式缝的方法，背面对背面缝在正面这个边上，等一下再反折。在反折之前，我在非常靠近缝线大概0.3公分的位置把多余的布料剪掉，然后像这样子正面对正面捏起来之后，缝在大概0.5公分的位置上。有鉴于我的布料真的是太软了，所以在缝合之前，我决定在所有的边上先缝一条针距比较小的平针来加以固定，以免
到时候缝合的时候不小心拉扯到，布料就会变形。好了之后，就用大头针稍微固定一下，在需要转弯的地方的时候，就沿着转弯的角度，不要去拉扯到布料就好了。中间要交汇两端的地方，在确定之后做了一个记号，把多余的布料剪掉之后，用刚刚的法式缝的方法把这个边收起来。这个部分完成之后，就暂时放旁边，因为我们要先做肩带。肩带的部分，我拿原本它的袖子口的包边带来做，所需要的是35公分长，就按照它原本的折痕，左右两边往内1公分，然后再对折一次，然后缝在开口的边上。接着把缝线朝两侧的状况下塞进这个跟内侧和外部之间，用3明治的缝法，等一下要一口气缝过去。稍微用大头针固定一下之后，背部也是一样，肩带的缝线朝外的状况下去做稍微的固定。缝好之后，先试穿一下没有问题之后，我想要稍微帮内衬做一些比较平顺的固定，所以就把缝份跟内衬在刚刚那条缝线非常靠近的地方缝一条平针。等一下反翻过来之后，外面的布跟肩带就没有任何的痕迹，但就会很平顺。缝好之后长这个样子，我在内衬的下缘这个部分往内翻折了2次，缝一条平针就当收尾。那么这件上衣的上半部就算完成了。在测量过上衣上半部的下缘这个周长之后，我决定把刚刚拆解下来的裙子再组装回去。它原本的设计就是前短后长，我想要保留一点点这个设计，但是不想要完全采用，尤其是它在侧边的这个接点应该会有一个很奇妙的角度，所以我决定做一点点裁切，等一下在做结合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顺利一点。在做结合之前，同样的，因为怕它变形，所以我们在非常靠近边缘的地方都可以先缝一条针距比较小的平针。一样也是用法式的缝法，把上衣的上半部跟下半部做结合。刚刚在做稍微裁切之后，发现下半部好像多了3公分左右，那就姑且在背后做一个打折的设计。做法是先固定2侧跟中线，还蛮多衬衫会这么做的，所以就看你喜欢是往外还是往内来折。我后来决定往外折，因为同样是法式缝，所以我们要缝在0.5公分左右的地方，把上衣的上半部跟下半部做结合。你现在应该非常熟悉法式缝了，所以接下来就是剪掉一部分，然后再反折到另外一边缝一条平针。缝上自己的标签，这一件就做完咯。夏天已经快结束了，在换季之前为自己做一件外搭，感觉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我把频道的分类稍微整理了一下，如果大家对上衣有兴趣的话，不如参考上衣的清单。那么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
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集的话，你可以给这一集按赞。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子的影片内容的话，你可以按订阅频道。谢谢大家的订阅与支持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